我和男友准备结婚，我在朋友圈发了结婚请柬，结果3年前的相亲男发来短信，竟然要我对他赔偿。当初我和他相互了解1个月，还没处，就因为对婚姻观念不合，不再联系，连前男友都算不上，赔偿啥？结果他发来账单，第一次吃饭200元，他妈妈给我包的红包88元，还有我过生日时给我买的鞋169元。短信看得我瞠目结舌，忍不住回了一条：第一次吃饭200，我们是恋，你妈给我红包88，我回她礼物180，过生日买的鞋我穿得太大，还给你让你退了。综上，我赔偿你个鬼，有病就去治病，别来烦我。我回手将他微信删除，谁知这个神经病不依不饶，还威胁我不补偿他就别想结婚。我以为他要来婚礼闹，便回他：有本事就来闹，只要你敢来就行。谁知他远比我想象的恶心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男友于博相恋2年，终于修成正果。这几天定了婚期，也准备好了婚礼的所有事宜，通知了重要的朋友和亲人之后，我将电子版婚礼请柬发在了朋友圈。发完朋友圈几个小时后，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祝福，同时也收到了一条有些陌生的信息，主要是看着头像，一时间想不起这人是谁。结果我点开信息一看，更是一头雾水。信息写着：郑笑笑你居然结婚了，真是够无情无义的，怎么能这么快就忘了我？我看了半天，傻了半天，然后回了句：你谁呀？呵，不认识我，别装了行吗？我们才分开3年就不认识了，当初我们可是在一起1个月呢，我连个前男友都没有，怎么还在一起1个月？行，我想起来了，真有一个，你是陈浩，呵呵，我就说你不可能忘了我。我看着他发来的信息，回了个无语想吐的表情，然后问他：你找我有事？他很快回我：我们当初相处1回之后，我一直单身，结果你现在结婚了，你觉得不该补偿我吗？你开玩笑呢？我补偿你啥？在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时候，结果他真发来账单，第一次吃饭200元，我妈给你包的红包88元，还有你过生日时我买给你的鞋169元。我顿时觉得眼前一黑，为什么结婚前老天非要让我体验一下什么叫奇葩男呢？当初陈浩是亲戚介绍给我的相亲对象，第一次见面印象还挺好，文质彬彬的本科生，具体什么专业忘了，只记得当初亲戚和我说他家庭条件不算很好，一家人都是靠他爸爸开货车生活。我本就不在意家庭条件，看他说话时意气风发，自信满满，还想这人不错，是个潜力股。第一顿饭结账时，我说我们 AA 吧，200块钱，我们1人100，他没拒绝。后来我的意思是先接触看看，互相了解一下，再决定处不处男女朋友。在我们接触了大概1个月的时候，他约我吃饭，结果是带着他妈来的。我当时有些慌神，心里虽不乐意，也只能笑脸相迎。但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让我有些手足无措。他妈穿了一条淡紫色拖地长裙，金色小高跟凉鞋，褐色卷发喷了，估计是发胶之类的，香味很浓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感觉就是她适合再抱只狗，那就和韩剧里的贵妇一模一样了。我叫了声阿姨，她不说话，只是上下打量了我好几圈，然后开口道：你就是晨晨的朋友啊，倒是挺普通的。我像被噎了口气，干笑2声，但还是礼貌地回答：呵呵，
是，挺普通的。阿姨，还是您有气质。我这个人比较注重生活，晨晨也是。我把他培养得很优秀，自然也对他充满希望，什么都想让他得到最好的。说实话，你没有让我很满意，只是晨晨对你算喜欢。他妈妈突然出现，让我一时间找不着嘴在哪，只是干笑，然后用眼神示意陈浩说话。结果他一句话没说，还一脸的无所谓。基本这一次见面，我明确的知道自己和陈浩没有一点继续的可能。我在心里开始盘算着以什么借口离开，然后过后再和陈浩说清楚。谁知他妈竟然给了我一个红包，对我说：“第一次见面，总要给你个红包表示一下的。”我说什么也不要，他妈根本什么都不管的，就硬塞进我包里。我都没能拉住自己的包，顿时又傻了眼。这回走不了了，因为我还得想着怎么把钱还回去。而陈浩只顾着吃菜，他妈来了，他就好像成了看客。餐厅人多，拉扯起来不好看，我也只好收了红包，等过后还给他。然后他妈竟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我们婚后，说什么婚后要和我们住一起，他离不开他儿子。而这个时候陈浩也说话了，他说：“我赚钱比较多，婚后的工资我做不到上交给你，更不会公开，也不会做饭和家务。我极力控制自己衰快离开，就等着赶紧结束还钱。”最后饭终于吃完了，他妈对我这个不发一言，只是点头干笑的顺从劲，很是满意。还说一看我就是爱极了他儿子，所以听话。我苦笑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好聚好散，我绝不能当面吐。他妈前脚上了滴滴，我后脚赶紧拉住陈浩，把红包给他。谁知他不要，带着他妈就走了。而我也反应过来了，我还能手机转账，观念不同，就无需浪费时间。回家后，我果断选择结束这个了解的过程，电话说清楚，然后发红包，再删除微信，礼貌断联。红包不多，88元。结果到第二天，红包退回，他没收，说是他妈给我的。那我就找亲戚给他妈带了礼物，算是红包钱，两不相欠。本以为再正常不过的事，没想到3年后整出这么个幺蛾子，让马上结婚的我心里十分膈应。短信的账单更是看得我瞠目结舌，忍不住回了一条：第一次吃饭200，我们是列。过生日买的鞋我穿得太大，还给你让你退了。你妈给我的88红包钱，当时是你不要，所以我回礼了180。综上，我赔偿你个鬼，算起来也是你欠我的。有病就去治病，别来烦我。发完信息，我回手就将陈浩的微信拉黑了。本以为拉黑了微信也就没事了，谁知第二天一早我就收到了新号码的好友申请，而验证里面写着：郑笑笑，咱俩谈谈赔偿的事，你要是再拉黑我，我就让你结不了婚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发了句：怎么，你还想来我婚礼闹？行，我等着你来闹，神经病，滚！发完我果断点了拒绝添加，虽然一时痛快了，但想想这事还是得告诉于博一声。于是我将奇葩相亲男找我要钱，还有要来婚礼闹的事都告诉了他。于博向来稳重，都被我的话整得很无语，惊讶地说了句：还有这种人呢？我无奈地点点头，他倒是无所谓的笑笑，对我说：没事，就不给他钱，这种人不能惯着，不然以后赖上你咋整？他想来闹咱们，就想办法整治他。看见于博能坚定地支持我，我心里暖暖的，果然自己眼光不错。我和于博因着婚礼将近的缘故，都说婚礼前尽量少见面。
我也搬回了我爸妈家住。可就在第二天，陈浩竟然到我家小区门口堵我。上班本就要迟到的我被他拦住的时候，差点爆粗口。我以为是推销的，压着火气问了句：“你哪位呀？找我什么事？”结果我这一问，倒让他一脸愤怒。他说：“你不认识我，我是陈浩。”这时我才仔细看了他一眼，3年不见，这人变化有些大，年纪轻轻，怎么看上去长得越来越着急了？哦，陈浩啊，几年不见，认不出来了。不过你跑来我家门口是什么意思？我还记着昨天早晨他和我要钱的事，现在我忙着上班，我是真的懒得和他纠缠。结果他瞪鼻子上脸，对我笑着说：“郑笑笑，你不愿意赔偿我，实际上不就是想让我来找你见面吗？我记着你家小区地址，就一大早来等着了，感动吧？”我愣了几秒，原来他不止妈宝，难道还是普信男？我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说了句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实在不想和你见面，你要是有病就去看病行吗？我忙着上班。”“行，你要走就把钱还我，一共500。”我这火气也上来了，敲诈还得涨价呢。对他说：“你说我欠你钱是吧？行，你去告我吧，有本事你让警察来给我要。”我一把推开挡道的陈浩，准备打车上班，结果他还拦在我面前，大言不惭地对我说：“郑笑笑，你别不讲理，我交这么多女朋友，连50块钱都没给他们花过，我能给你花这么多钱，那是只会对你不一样。再说了，现在你要是不结婚的话，我们就还有机会，我给你花钱当然就不用还了。但是你要非去结婚，那就该把之前的钱还我。咱俩好像连男女朋友都没处过吧？我还你个脑袋！你最好赶紧滚，别逼我揍你。行啊，你揍我呀，打是亲，骂是爱。你要是想暴露你的本意也可以，我真心忍不了了。”我抄起门卫保安室门口的棍子扫帚，就往陈浩身上招呼，直接往他脑袋上打。扫帚头快没毛了，正好是趁手的棍子。他边躲边用手挡着，嘴里喊着：“郑笑笑，你疯了，往我头上打！你是要打死我吗？”我卯足了劲，边打边喊：“你不是说打是亲，骂是爱吗？来，我好好爱你，直接亲死你！”我觉得我一定是打得挺吓人，也挺狠的，因为还没等陈浩跑，警察就都来了。我和陈浩都被带到了警察局。为首的警察看了气呼呼的我一眼，又看了眼鼻青脸肿的陈浩一眼，问道：“说说吧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他打成这样？”没等我说话，陈浩竟然告诉警察：“没事，警察同志。”他对我有气，下手狠了点。呵，这话说的，警察直接误会了，教育我：男朋友有错也得讲理，你这动手打人毕竟是不对的，而且下手也太狠了。警察同志，我不是他女朋友，他属于骚扰我，我打他那是正当防卫。警察同志，他打我，我不怪他，你们不用追究他的责任。陈浩说这话时，明显一副我们情侣间的事的表情。我气得又想动手，结果自然是继续被警察教育。最后，我们2个被通知家属来接走，而我给的是闺蜜的电话。本来是想让于博来接我，可是话到嘴边又被我憋了回去。我怕于博来了再揍陈浩一顿，然后我们俩估计都得被扣下。陈浩叫的人竟然是他妈，果然是他妈，和第一次见面那风格基本一致。陈浩见到他妈就问：“妈，我让你买药过来给我擦擦，你买了吗？”“买了儿子，疼不疼？”“妈妈来了。”真是的，脸都青了。再看到我，他妈直接骂：“你竟然敢打我儿子！就你这种东西，有什么资格和我儿子在一起？
要不是晨晨给我看你那结婚请柬里的结婚照，也算是比之前相亲的姑娘好看，勉强配得上我儿子，我才不会让我儿子搭理你。你还敢动手打他？警察同志，赶紧把他关牢里头，除除他这个臭脾气，日后也好调教。我真是服了，一家人都有病，都眼瞎，不瞎怎么会觉得我稀罕他儿子呢？此时就连警察都无语了，问了我一句：“你要结婚了，不是和他？”我对着警察憋屈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将我是因为傻打的陈浩，还有陈浩是谁告诉了警察。为首的警察大叔都忍不住说了4个字：真是奇葩。而此时我也弄明白陈浩为什么突然找我了，原来还钱都是借口，就是因为他和他妈觉得我婚纱照好看，陈浩就找了借口来找我，想让我结不了婚。我冷笑着对陈浩和他妈说：就你们俩这样的，趁早撒泡尿照照，看看自己神妖德性，还以为自己多好。我看只要脑子正常的女孩都不可能嫁到你们家。陈浩他妈立刻怒了，又想骂我，结果被警察大叔直接拦住，说了句：你快闭嘴吧，赶紧走，你们这样的挨揍也是活该。他们走了，闺蜜也来了，我朝着闺蜜大吐苦水，闺蜜拍拍我的肩，同情地说道：笑笑你这没踩了狗屎运，结果被一滩狗屎糊头上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够恶心的。没事，反正你也揍了他，当出气了。走吧，我请你吃饭消消气。我以为经过被我揍了一顿之后，他也不可能再惹我了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谁知才过了2天，我就上了热搜。起因是我早晨起来上班，边走边想，再上10天的班我就该请婚假了。本来很高兴，结果刚下楼就被几个阿姨指指点点，就是他，挺不要脸的。我以为不是说我的，可是走了几步，他们竟然跟着我说。其中一个说：真是不要脸，都要结婚了，还和前男友搞在一起，也不知道哪个男的这么倒霉。另一个说：就是之前来的那个，咱俩不是见过，白瞎那个男孩子，还不如介绍给我女儿，介绍给我家也行啊，比这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强。我猛地回头，他们竟然一脸厌恶地看着我，丝毫不躲闪。我试探着问了句：你们骂谁呢？就骂你怎么了？臭不要脸，都要结婚了，还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。我被骂得一头雾水。我怎么了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认错才怪。你今天穿的衣服都和视频里一模一样，你自己看，这不是你吗？可真是恬不知耻，也有脸出来晃荡。我们最看不起你这种拜金的狐狸精了。我低头向着大妈手机看去，正是我打陈浩的视频，被掐头去尾，各种剪辑的发到了网上。标题是：即将结婚的准新娘劈腿就爱成捞女，在自家门口秀恩爱。视频里我和他打架的内容模糊成了我举着棍子和他打闹，对话都被剪辑了，成了秀恩爱。陈浩，我给你花这么多钱，证明我只会对你不一样。你要是不结婚了，钱当然不用还我了。我赶紧滚，我揍你。陈浩，行啊，你揍我呀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我好好亲你，直接爱死你。然后就是我举着棍子追他，没打到他身上，视频就截止了，而真实样子被虚化，配上语音就成了情侣间的打闹。这视频让我直接傻了眼，原来陈浩早有预谋啊！我急急忙忙地对着大妈说了句谢了大妈，然后就冲小区门口跑去，还听见大妈喊神经病，还说谢我。你以为你很光荣啊？我边跑边给于博打电话，我怕他误会，电话占线，打了3次都占线，
这时我也打上了车，心里有些堵，想着他怎么不接电话呢？索性我也不打了。刚放下手机，没想到于博给我打了过来。我一接电话，他就着急地说：“你怎么老占线呢？我都急死了。”他这么说，我才知道我俩应该是在互相打电话才都占线，忍不住笑了。我在给你打电话，我怕你看见视频。我还没说完，于博就打断我的话说道：“笑笑，你别担心，我一定给你出口恶气，你就好好休息，等着和我结婚就好，乖，别乱想哦。”我拿着手机，听着电话那头他哄孩子一样的语气，安心又感动。原来互相信任就不需要解释。我还是委屈撒娇道：“我想见你了。”他无奈地笑了笑：“不是你家说不能见面吗？要不再等等？”我笑了笑：“没事，逗你的。”挂了电话，心里却还是有些落寞不安。而这时，闺蜜的电话，我爸妈的电话，公司同事的电话，就连领导都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接不过来，便只好静音，然后在朋友圈发了一个“事实早晚水落石出，大家静等结果，我没事。现在即使再生气，都没有我收拾陈浩重要。他既然这么无耻，我当然不能就这么让他欺负。真是巧了，我还知道他家在哪儿，我也该给他送份大礼去。于是我专门准备了条幅、广告牌等各种工具，反正就像公园、街边那些办卡的销售一样，只是我宣传的商品是个活人，就是陈浩。我将陈浩的照片印在条幅上，就支在陈浩他们家小区的小公园里。这个公园几乎整个小区的人都要路过，并且我早就踩好点。陈浩他妈每天10点都会出来和大爷跳舞，而我则是在9点来到公园支起了摊，可算是掐准了小区大妈聚在一起聊八卦的上午时间。果然，瞬间我的条幅就招来了一大群人。大家一开始以为是什么销售广告，结果看了我上面写的大字“征婚”，纷纷好奇地读起了上面的字。陈浩30多岁未婚，自认为帅得无人能比，更是优秀的一塌糊涂。相亲过几十个女孩，都认为配不上太过优秀的自己。请大家继续为我介绍优秀女孩，条件如下：一、长相美丽，身材要好，有经济基础，工作稳定，收入可观。2、结婚不收彩礼，婚后和公婆同住，做到伺候公婆，言听计从，最好生1儿1女，相夫教子。3、婚后不得过问丈夫工资，更不能要钱，1日3餐必须做好。我呸，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什么词？哦，对，普信男是吧？就是，你们看那照片，长得还叫帅，充其量算个普通人，真是好意思说出来。难怪相亲了几十个女孩，还配不上他呢。我看保准儿都是人家看不上他。小姑娘，这是你什么人啊？你怎么好意思在这摆招亲广告？我看你那上面写的，这辈子都不一定能找着愿意嫁的。大家议论纷纷，更是有人对我提出质疑。我看差不多了，于是摘下口罩，使劲挤出2滴眼泪，说道：“大妈，我不是他什么人，我就是之前和他相过亲，可是最近被他缠上了。他说他结不了婚，也不让我结婚。光天化日的，这是什么人啊？不过这男的怎么这么眼熟，这么像13号楼那个老贵妇的儿子呢？哈哈，老贵妇，看来说的准是陈浩他妈了。听这大妈的语气，10有8九和他妈不对付。真好，现成的帮手来了。对，大妈，就是他家的儿子，叫陈浩。你不知道，我马上要结婚了。结果就因为他妈和他看了我朋友圈的结婚照片，然后就认为我变好看了，能配上他了，
就对我死缠烂打，还发污蔑我的视频。这还有他和我的微信聊天记录，非说我欠他几百块钱，拿着这个当借口来找我，实际上还算他欠我钱呢。我边说边将我提前打印好的微信记录拿出来，这个我可是打印了好几份呢，其余的已经发去陈浩的公司了。面前的大妈一脸的恍然大悟，看着我说：“哦，你就是那个视频里的狐狸精啊？哦，不对，你就是那个受害者呀。”我点头如捣蒜：“是的，大妈，那个视频被剪辑了。实际上，我不但被他揍了，我们都进公安局了，警察都可以给我作证。但现在大家都只看到了视频，周围人已经听得咬牙切齿，纷纷替我抱不平了，效果不错。而现在已经差不多10点了，陈浩他妈该登场了。大概过了5分钟，陈浩他妈果然出现了，估计路上听说了，直接冲着条幅来了。郑笑笑，你干什么呢？来求我儿子原谅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根本配不上我儿子了。老贵妇，你瞎呀？你还想着你儿子多好呢，以为人家姑娘上赶着嫁呢。你自己看看，人家姑娘都是被你们缺德害的，我们怎么害她了？我们家看上她是她的福气，她凭什么打人？这不是给她脸了？我立刻委屈道：“阿姨，我那天打了你儿子吗？没有吧？怎么没有？我儿子去找你，结果你把他打得鼻青脸肿，要不是警察来得快，我儿子都被你打死了，你还不承认？呵呵。”不用我澄清了，陈浩妈自己都说了。我看看支在桌旁录视频的手机，点了保存。大妈一听，顿时不屑地讽刺他：“哎呦，原来不是人家小姑娘劈腿呀，是你儿子骚扰人家，要我看真是活该被打。”陈浩他妈也火了，对着大妈就喊：“关你什么事？你不看看你自己，又老又丑，连个和你跳舞的人都没有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是你好看，你以为你真是贵妇啊？我告诉你吧，大家背地里都骂你呢，说你就是个穷鬼，还非得插上鸡毛装孔雀。你闻闻你自己那头发，熏死人了，还不如我花露水好闻，还驱蚊子。你那味都招虫子。你个老巫婆，你才是穷鬼，你又老又穷。就是嫉妒我。”大妈明显占了上风，继续输出：“谁不知道你老公就是开货车的，赚的都是辛苦钱，那么大岁数了还在跑，你看看你，还在这和老头跳舞，要我看你老公真是倒了霉找了你。”此时我竟然想嗑着瓜子看热闹，而旁边真有人嗑着瓜子看得起劲，还对我眼神示意来一把。我回个眼神，先等等，毕竟这热闹和我有关呢。陈浩他妈喘着粗气，却不甘示弱：“我乐意，你管不着我还有儿子，我儿子最厉害，能赚钱，你就羡慕吧。切，能赚个屁！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追着他老子要钱买手机呢，他那个人无赖劲儿，不知道还以为要买房呢。就他还大公司上班呢，吹吧，买个手机都得和老子要钱。要我说，你也别让你儿子相亲了，浪费时间。谁家好人家女儿嫁你儿子，你就直接找个傻子得了。我儿子那么优秀，想嫁进来的都得排队，你敢这么说他？你什么你？来，我帮你问大家有女儿的，谁同意给他儿子当女朋友？再看看周围，全是摇头的。陈浩他妈彻底急眼了，嘴里喊着：“老东西，我打死你！”老贵妇的力气很大，当初给我塞红包，我可知道。我生怕大妈打不过，一个劲儿往前钻，故意给老贵妇使绊子。结果她一个不小心，直接摔了，没着地，因为倒在了一个大爷怀里，属于那种嘴对嘴的方式。哎呦！这光天化日的，真是不要脸啊！大妈忙着骂人，
我忙着拍照片，这一上午收获颇丰。差不多了，我拿起手机走人。走的时候还趁人不注意时，悄悄给大妈兜里塞了200块钱，条幅就送他们了，好让下班回家的陈浩也看看。我将今天录的视频传给闺蜜看，她乐得前仰后合，然后对我说：“郑笑笑，你出息了，等着，我给你好好剪剪，保证比那个普信男的好。毕竟咱这真实不作假。”闺蜜的效率极高，当天下午视频就发了，就发在了陈浩那个视频的下面。当晚就再次被推上热搜，劈腿新娘大反转，实际是普信男陷害。彼时网友的骂声如潮水，足以淹死陈浩。半夜我被手机铃声吵醒，我迷迷糊糊地接起来，电话那头哦的一声，吐了。我清醒了不少，然后听见了陈浩的鬼哭狼嚎。他说：“郑笑笑，你太绝了，你和那个于博还让不让我活了？赶尽杀绝呀！”我对他赶尽杀绝我知道，可是关于博什么事？你好好说话，这关于博什么事？你还装？我早就被公司开除了，还不都是那个于博干的？他为了给你清白，找原视频，掘地3尺，非找到了我兄弟，还把人揍了。你们黑社会啊，我们都道歉了，我都说把视频撤了，结果他还是找领导开除了我。郑笑笑，我工作没了，你现在又让我出不了门，你们还让我活不活？哦，我皱着眉头将电话拿远，嫌弃得要命。这时听见电话那头陈浩他妈的哭声：“儿子，别喝了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你爸都不要我了，非要和我离婚，他都不相信我和你张大爷没事。我现在就只有你了，儿子，你可得好好的，你别吓妈妈呀。妈，你不是说我最优秀吗？我多好啊，我怎么落到现在？郑笑笑，都是郑笑笑害的。呵，真有意思，倒成了我害得了。妈妈后悔了，不该说就他好看，不该让你去找他，惹了这么个麻烦。我挂了电话，然后将这个号码拉黑，不想再听这对母子哭嚎了。我也睡不着了，因为我竟不知道于博为我做的这些事。其实前几天我心里是失落的，不是因为于博怎么样，是因为我知道视频被他妈妈看见了，他妈对我意见很大。当时他妈妈和我妈约好的一起去吃饭，结果视频的事一出，他妈妈直接告诉我妈不想吃饭了，而且直接告诉我妈她接受不了我这些麻烦事。我妈虽然没说，但是我碰巧看了她的信息，心里难过是真的，放不下于博也是真的，但是不受父母祝福的婚姻我也不想要。这几天我都没给于博打电话，而距离我们的婚礼也只剩下3天而已。闺蜜兴冲冲地试着她的伴娘服，问我是不是婚前恐惧症，怎么一脸不高兴。我摇摇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后来就连我妈都安慰我说：“别担心，于博是个好孩子，和他结婚准没错。”我不知道错没错，只是走到这，大家都不希望我回头，而我担心的也只不过是未来的婆媳关系，还有于博对于我和婆婆两人关系的处理方式。我思虑了2天，还是到了婚礼的日子。我忐忑不安，又带着期待地坐在家里，等着于博来接我。我们已经1个星期没联系过了，而一切的思虑都在他出现的那一刻打消了。他拿着捧花，轻松过了伴娘的关卡。虽然我怀疑闺蜜放了水，然后单膝跪在我面前，一脸委屈地对我说：“老婆，好久不见啊。”她这样让我既想哭又想笑。她接着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替我妈的态度道歉，日后你就是你，我们2个家里的老大，和其他人没关系，和公婆也没关系，我们的家你永远是唯一的女主人。”她的话我明白，我也感动，
他为我做的一切。那你可以跟我走吗？我感动地点点头。婚后，于伯也做到了他对我的承诺。公婆从不参与我的生活，婆婆更是不敢对我指手画脚。不过，婆婆婚礼那天其实也给我道了歉。她说她该相信我的，不该只看表面的事。我其实不在乎婆婆信不信，我只在乎于伯信不信。毕竟我爱他，结婚的人更是他。520这天，于伯带着我去吃饭。晚上我们吃过饭，手牵手的压马路，和婚前一个样。突然听见前面骂骂咧咧的声音，还围着一圈人。我们本来想绕过去，谁知在路过时，看见人群里的人竟然是陈浩。陈浩倒在地上，被一个壮汉狠踢了一脚。旁边的小女生说了句：“这大叔长得那么丑，还好意思给我送花。”地上的陈浩胡子拉碴，简直比我上次打他那会儿又老了10岁。这时颤巍巍地跑过来一个老太太，一身破烂的衣服，慌忙地解释：“被打了，误会了，他就是卖花的，不是送你花，对不起啊。”我仔细一看，我的天，这不是那个老贵妇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